好耶，又来给各位老铁做老铁的视频了。目前呢，我的花火是已经抽到6个星魂了啊，但是本期视频呢，还是会给大家从灵魂到6魂循序渐进的给展示下去的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如果愿意给我一个免费的赞的话，我会非常开心的，非常感谢大家。视频的开头，先开门见山的解决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花火的强度如何？0+0的强度如何？平民推不推荐抽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会告诉你，花火的强度非常顶，0+0的强度也非常顶，非常推荐平民去抽。不过虽然它很强，在深渊里的使用率估计还是比不过软媒的99%的啊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明花火就比软媒要弱了。花火用来辅助量子队，用来辅助龙丹，甚至有可能比软媒要更强一点。而软媒深渊使用率高，是因为它实在是太通用、太万金油了，加入任何队伍都能用。而花火不一样，比方说花火就不能用来辅助卡夫卡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个人估计，后续花火的深渊使用率会稍低于软媒，但是肯定也能达到很高的使用率。问题2，花火最适合用来辅助哪些队伍？提升最大的队伍就是量子战舰队伍，这个位置可以是希尔，也可以是青雀，也可以是雪衣啊，你看着选就完事了。其次，影月军的队伍也有非常高的提升，而刚刚那2个队伍专门拎出来，是因为花火队那2个队伍是超模级别的提升啊。其实花火用来辅助任意 C 位提升都不小，所以我的评价是，如果你的 C 位啊是量子 C， 或者你的 C 位是影月军，那花火我是非常推荐你抽的。如果你的 C 位不是这2个啊，花火也是可以抽的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测环节。为什么我说花火它对量子战舰队的提升是超模级别的呢？如果我在这里告诉你，我这一个0+0的花火加入量子队，光是在增伤层面就已经超越了我这个2+1的布洛尼亚了，你相信吗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上实战。银狼的拐还有福玄的拐都已经上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把布洛尼亚的拐全部给上。希尔一个大招打了307000的伤害，而同样的队伍，同样的手法的0+0的花火能打多少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防止你们说我造假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这花火确实是0+0的花火啊。然后我们希尔开一个大，伤害直逼328000。而刚刚那一段对比并没有拉踩丫丫的意思，只是大家对丫丫的增伤能力已经很熟悉了，所以我简单粗暴的让大家了解花火的增伤能力是怎么样的啊。而且花火只是在量子队伍的增伤能力呢是超越丫丫的，如果加入非量子队伍呢，大概能达到丫丫的85%左右的增伤能力，这个大家也可以做一个笔记。好的，现在已经知道它的增伤能力了，那么它的综合辅助能力怎么样呢？接下来的这一段实战我不用希尔了，我用一个4星角色青雀来打一场实战。6星魂精炼1阶的警员光锥，具体属性是这样一个青雀啊，算是一个练度比较高的青雀。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，实战录屏我就开2倍速了。这一段录屏里，花火是0命，银狼是6命，福玄是2命，青雀是6命啊。花火把青雀该拐的都拐上，一来就摸了4下，不愧是你。蹦20万，蹦17万，只能说一个4星能达到这样的伤害，他之前被叫做雀神，好像也不是没有什么原因的啊。雀神原先就挺强的，加入花火之后更是神中神了。一个普攻又是10万伤害，第1层直接带走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这个队伍虽然有花火，但是实战下来还是不能乱用战绩点，该普攻的时候还是要普攻的啊。毕竟你雀神偶尔还是会发癫的。刚说着呢，你看这战绩点就只剩1点了。来一个大招砸下去11万，一个普攻13万，再一个普攻12万伤害，杰帕德差不多要被我们带走了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花火开一个大招，直接战绩点又变成6点，又嘎嘎够用了，是真的好用。你们有没有隔着屏幕感受到好用啊？
所以我才会跟你们说，闭着眼睛抽没啥问题啊。它辅助量子队是这个样子的，等一下我再辅助一个非量子队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含金量。OK， 最后花火把金雀拉上来，一个普攻带走，嘣，普攻18万带走啊，2T。除了辅助量子队以外，我刚刚也说过，它和影月君也是非常搭配的。正好我这个影月君是一个零命的平民影月君，我们看一下零命平民影月君会有怎样的表现。有花火在场的话，不管我有没有逆鳞，我都直接开3点战绩点，直接开最强化的普攻。因为有花火在场的话，我这个战绩点是根本不缺的啊。现在我花火直接开大，哎。被影月君用光的战绩点直接就补到了6点了，就花火和影月君搭配起来真的是非常舒服。停云开弹，我先用一个大招把对面的盾量给打破吧。打破之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普攻是多少伤害啊？29万伤害。最后零命的影月君加上零命的花火也是打了一个2T，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2T 满意不满意呢？给零命平民花火这个角色做一个总结吧啊！我个人觉得花火是一个非常值得平民去抽的角色，它给量子队伍和龙丹队伍的加成是完全超模的。当然，除了这2个队伍以外，它用来辅助其他 C 其实也是一个很合格的5星童鞋，用来辅助警员啊什么的，其实都是绰绰有余的啊。但如果非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，花火可以挑出2个缺点。第一个缺点啊，它的就业层面没有软梅那么广，就比方说它辅助不了 DOT 队啊，然后呢，它辅助那种耗点非常少的队伍呢，也不算是非常的香啊，这是第一个骨头。第二个骨头就是花火的队伍比较怕控制啊，如果和花火组队的话，我建议你还是带一个霍霍或者带一个罗刹要比较好一点，但纯量子队就没办法了，纯量子队确实挺怕控制。接下来仪器和光锥推荐环节，仪器的话一般外圈是用信使或者封套的，平民玩家推荐用信使万金油啊，如果你是顶配的卡轴大佬，用封套也是没啥问题的。至于内圈，如果你玩的是量子队，就用梦想之地匹诺康尼；如果你玩的是非量子队，那么龙骨、翁瓦克还有不老者的仙舟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主副词条选择呢，鞋子固定选速度，衣服固定选爆伤，绳子固定选能量恢复效率啊，其他的就是你看哪一个仪器的速度和爆伤高，就给它带上就完事了。球最好是选择生命值啊，但是我的意见是，如果你的其他主属性的球的速度和爆伤更高呢，给它带其他属性的球也是可以的。至于光锥的选择，我给大家看几段对比录屏，大家还记得视频开头的用与行星相会打出来的这个伤害是多少吗？是32万8千。同样的队伍，我们把刚刚的与行星相会给它换成金链1阶的装光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伤害。说实话，金1装光和金5与行星相会伤害差不多。继续举一反三，我们继续把它的装光换成谍影1阶的布洛尼亚光锥，打出来的伤害也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一个水平。不只是希尔、影月君什么的我都测试过了，如果光看数字的话，装光的增伤能力其实和战斗还未结束的增伤能力是差不多的啊，但是装光的含金量在于它可以让全队的暴击率提升10%。论综合的话，装光肯定还是最强光锥，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光锥不抽也是可以的，大家能理解吗？不抽装光的话，其他优秀光锥选择，如果你是量子队，可以选择与行星相会；如果你是其他队伍呢，战斗还未结束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如果没有战斗还未结束，选择停云的光锥或者御空的光锥也可以啊。如果不走增伤流而走拉条流，555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接下来就命座提升环节。
一命终结技施加的迷鬼持续时间额外增加1回合，同时持有迷鬼的我方目标攻击力提高40%。如果是零命花火，那么它的终结技的迷鬼是持续2回合的，而花火实战过程当中它是3动1大，所以一命最大的含金量就在于可以让它的迷鬼增伤实现全程覆盖。除了全程覆盖，一命也能带来很不错的伤害提升，达到了16%左右。所以如果你要拉花火的练度，我个人建议先抽命座，再去抽光锥。2命天赋每层提供无视目标8%的防御力啊，就常驻无视24%的防御力，听着就很牛批啊，并不是听着牛批，是本来就很牛批。2命对比1命直接提升20%，对比0命提升40%，巨额提升。3命我们来看一下3命有多少提升，提升不多，只有4%啊。不过就算是毛毛雨的提升呢，我也会给大家展示的。4命终结技额外恢复1个战绩点，并且战绩点上限增加1点，很容易理解，这个我就不展示了啊。我们直接来展示5命，和3命一样，5命也是毛毛雨提升啊，不过本来就是过渡命座嘛，正常。最后6命花火的提供的爆伤额外提高，并且一技能和 Q 技能的增伤会蔓延至全部队友。没有点6命的情况下，我的花火让希尔爆伤提高109，有6命的情况下，爆伤直接提高了178。在点了6命的情况下，刚刚那个希尔一个铁头功直接创出了54万的伤害。来感受下6命花火加6命影月君啊，能达成一个怎样的水平啊？我一个大招36万。OK， 花火再增1个伤，我一个普攻131万，0T 直接带走深渊12层。给花火的命之作做一个总结吧啊！说实话，我个人觉得最具性价比的抽取方式是1命和2命。抽了1命和2命之后，我个人觉得光锥也没有必要去抽，也没有必要给它拉到6命了。当然0+0也是很好用的啊，如果你是土豪的话，抽一个2+0玩玩也是可以的。但如果你是真爱粉的话，像我这样给它拉到6命也是可以的。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儿，视频的最后还是祝你欧气满满，一发入魂哦！再见。